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从捡漏男主到演技担当，邓为在仙台有树中的逆袭之路。邓为向韩芝等人主演的电视剧《仙台有树》中，邓为饰演的苏艺水终于体会到做师傅不容易了。他的几个好徒弟哪是徒弟呢？是他祖宗，每天在后面给他的好徒收拾烂摊子。苏艺水误会薛冉冉这一世，依然对苏玉有情，心情阴郁。这几个倒反天罡的徒弟们以为师傅看到他心爱之人与情敌在一起了，心情烦闷。他们不想师傅伤心，要助师傅走出情伤，就张罗给师傅介绍对象，找了些貌美的仙师供师傅挑选，被师傅训了一通，让他们打消了这个念头。没想到收拾烂摊子的时候不小心把暧昧信息群发了，来了一屋子美女仙师，现场秒变渣男批斗大会。苏艺水不语，只一味挨骂。苏艺水真要好好感谢他这几个好徒儿，不然他的生活会少了好多乐趣。这一段剧情笑得我眼泪都流出来了，这就是连修仙也逃不过相亲的命运吗？邓为凭借细腻的演技和高度贴合的角色塑造，在《仙台有树》中饰演的苏艺水成为全剧的亮点。有多少人奔着邓为的帅去的？没想到越看越上头。这一角色跨越两世师徒情缘，性格复杂多变，邓为通过精确的细节把控，将角色的多层次展现得淋漓尽致。苏艺水是天生魔子，爹不疼，承认他的身份，只是因为他有用，娘不爱，还被亲娘论经脉，经历坎坷的修仙奇才。苏艺水是被木青哥掳去当徒弟的，在和木青哥相处的前期，眼神里满是嫌弃。木青哥许诺，只要苏艺水杀了他就可以离开。苏艺水怎么都杀不了木青哥，眼中充满了不甘。在相处的过程中，苏艺水慢慢了解，只有木青哥是真正疼爱他的人，眼神多了一些依赖，到后期暗生情愫。木青哥被误会为魔头而遭围剿时，苏艺水的眼神从震惊逐渐转为痛苦，最终定格为坚决的守护。短短的时间内，好几种情绪转变过度丝滑，及木青哥重生为薛冉冉后，对他的眼神中有师尊的威严，又暗藏前世的眷恋。邓为用眼神和微表情表现恰到好处，引发共情。得益邓为的舞蹈功底，打戏如行云流水，动作兼备力量与美感，观众们普遍认为他演活了苏艺水。电视剧《仙台有树》是邓为的第一部男主作品，也证明了邓为的抗剧能力。不过，我们没有想到的是，邓为能出演《仙台有树》的男主也是捡漏。剧组的第一人选是白敬亭，因为档期相撞，白敬亭婉拒了剧组的邀约，剧组只好选了凭借《长相思》上桌的邓为。邓为从小学习舞蹈，并顺利考入中央戏剧学院舞剧系本科，因腰腿受重伤，被迫离开心爱的舞台，转行做了演员。他虽然出演的电视剧不多，但是都做到了有效播出。我对邓为印象比较深刻，是从和杨紫、张晚意等人出演的《长相思》。邓为在这部电视剧中饰演男2号涂山璟，是杨紫饰演小妖的官配。邓为身上具有一种温柔内敛的气质，长相俊美，把涂山璟性格温柔、深情为小妖付出演绎的淋漓尽致。我感觉在叶17阶段，足不依山反而凸显了他古香的优势，清新脱俗。我更喜欢邓为这个时期的扮相。涂山璟是4大家族涂山氏的二公子，未来族长的接班人，经历了至亲的背叛、身体的摧残，在小妖的帮助下重拾自信，历经万难，终于和心爱的人长相厮守。在清水镇时，他蓬头垢面却难掩清秀的形象，眼神中交织着脆弱与试探。这种落魄公子被邓为演绎的极具有感染力。恢复身份后，服饰从粗布衣衫到锦绣华服，举止从容，展现出世家大族贵公子的风范。在罗云熙、
白鹿等人主演的电视剧《长月烬明》中，一人饰三角，萧凛是胜国六皇子，温润如玉，心怀天下；邓卫挺拔的仪态，塑造出了古典贵公子的风范，与叶冰裳一见钟情，命运悲惨，最后以身殉国。宫野纪无视萧凛的转世，面对身世之谜时，嘴角微颤，双手握拳，知道身世后，内心痛苦迷茫，逐渐黑化，多了几分冷清与神秘。为了救黎苏苏，被魔神所杀。桑又重情重义，妹妹是他的心头宝。邓卫把这三角色的反差感和层次感诠释得淋漓尽致。邓卫还出演了很多角色，例如《玉龙》中的雪千寻等。邓卫对待工作特别用心，拍打戏的时候，薇娅穿一天都不脱，一个动作反复重复，力求精益求精。邓卫在演艺道路上从争议到认可，是他努力的结果。正如他在采访中说的：“演员是一辈子的事，我愿意慢慢走，等花开。”希望邓卫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角色。